他現在這個中國的新三樣還是很強啊，他現在的這個所謂的這個電動車出口還是高啊，我每年創造的出口的外匯，我每年創造的出超，我還是非常強啊，甚至包括現在連蘋果都說我要用長新存儲的這個所謂的記憶體啊，我還是非常強啊，是你在看衰我啊？不是，你知道新三樣佔 GDP 的比重大約10%到12%哦，這麼低。房地產的部分佔 GDP 30到33%，你補得了嗎？補不了嘛。就是說，你靠新三樣還惹毛了很多國家，對不對？你在國際上橫衝直撞，對外傾銷啊，引來貿易摩擦，最後保護主義。即便如此，你的這個 GDP 的比重大約10%到12%這個地帶而已嘛。那你光是房地產這個地方壞掉，就壞掉這個地方從家具、家電等等算進去，30到33嘛，所以補不了嘛。所以它的所謂雙循環，內循環、外循環已經放棄內循環嘛。然後一個重要原因是內需不足，內需不足哈。根據這個史丹佛大學那個許成剛教授的論述哈，他當面也講過了哈。我們去史丹佛大學有跟他碰面，他講的是說集權專制體制下，權力收割經濟利益，所以很多的那個全球化帶來的很多經濟利益，最後被收割到特權階級或權貴階级，然後洗到海外。所以呢，集權專制體制有一個基本特徵，就是內需一定不足，購買力被老大拿走了嘛，然後洗到海外去了嘛，所以購買力一定不夠。所以呢，產能過剩啊，內需不足，產能過剩，然後只好對外傾銷。那對外傾銷的結果，很多紅二代、官二代成立企業在海外，然後呢，就錢就放到海外不回來。像習近平才說你們要回來，是這樣嗎？所以這是一套的啊，对啊，所以這就是他很多官二代成立企業在海外接案，像“一帶一路”的錢，官方撥錢過去在那邊搞項目，對不對？那個項目誰接？官二代接嘛，紅二代接嘛，等於中國人自己接。哎，對嘛，接了錢，聽說10塊錢出去，大概有9塊錢回來，只有1塊錢在當地搞。所以“一帶一路”為什麼搞得那麼起勁？那個就是一個拿錢洗錢的一個手段之一嘛。比如說。習近平提供600億美金給非洲，聽說只有用了60億嘛，1/10而已，其他的錢就進到個人口袋嘛，所以他們很熱衷於推動“一帶一路”，當然為自己口袋嘛，然後這些錢當然放在海外嘛。那現在習近平發現嘛，說拿回來嘛，是這個意思嘛。好，那另外除了我要等於說追查你台灣資產，而且我要倒查25年之外，另外就是對他自己的企業，大家覺得非常驚訝。我們剛才講的北大荒這個故事。你不過1年11億，我居然要查你，而且是查你過去所有的營業、所有的賬目。剛才講，那也是在查他整個資本利得。北大荒這個故事，我的理解解讀是這樣哈，就是根據中共過去這幾年來應對財政危機的一個模式哈。我先舉一個例子，就是范冰冰被查逃漏稅哈，然後要補稅多少？40億人民幣，對。然後呢，他真的交了。40億人民幣交了之後，对，人民幣不是美金哈。交了之後呢，那你因為他排名第1嘛，那排名第2到第10的藝人呢，乖乖的就補稅了嘛。那據說范冰冰的那個稅款是別人替他交嘛，是啊，比如說王岐山替他交嘛啊。那可是呢，他一定找那個前面的頭號的來樹立榜樣。他真的要對付的是後面，我要殺雞儆猴。那北大荒是國營企業嘛，你給他罰款不是罰自己嗎？你左手換右手而已嘛，你國營企業你說漏稅，然後補稅，然後罰款什麼的，其實他拿北大荒做一個樣板。北大荒是樣板，那國營企業啊，左手跟右手而已啊。然後呢，你拿這個樣板來對付後面的企業嘛，那後面的企業只好乖乖站好了嘛。北大荒都被這樣克了，對不對？都補稅查稅了，對不對？那你後面怎麼辦？所以他拿北大荒就像他整范冰冰一樣。他是樹立一個樣板，然後開始對付第2名、第3名、第5名、第6名、第9名、第10名這樣，所以他是大查稅開始。對，就是他拿一個做樣板，然後準備真正對付的是後面。你北大荒就是國家給你錢，你來交就算了嘛，對不對？就像你說這個左手換右手，口袋都是自己，都是國家的錢嘛。對單位主管來講，這個沒事嘛。可是呢，這個樣板一出來的話，那後面的企業是不是？包括民營企業，包括海外的企業，甚至於包括台商啊。北大荒都這樣了，你怎麼說，對不對？就這樣嘛。所以呢，我估計這些都是查逃漏稅。這就讓我想起一個問題啊，可能之前有提過吧，就是說中國王朝末期現象有2個形態，
我們講過，一個叫明朝模式，一個叫清朝模式。明朝模式是維穩的經費由中央承擔，那中央就要那個財政缺口嘛，所以就要開始什麼變相加稅，用各種名義加稅，查逃漏稅等等。然後呢，變相加稅到最後變成橫徵暴斂。要財政缺口一直在嘛，是。到最後的話呢，這最後一招一定是大印鈔票。然後呢，就惡性通膨，然後呢，就民不聊生，官逼民還，農民起義，改朝換代。所以就耕闖王免納糧。對，那明朝模式，在清朝模式是什麼？清朝模式是維穩經費分給地方承擔，所以地方就有自己的武力，擁兵自重。然後地方有什麼叛變還什麼動亂，地方出兵去平亂。所以呢，那個太平天國不是朝廷平的，湘軍，是地方武力去平的。對，這樣子。最後呢，地方割據，叫朝廷退位。所以清朝下來不是孫中山革命的哈，是袁世凱叫他下來啊。清朝是地方亡於地方割據啊，明朝亡於農民起義啊，就是關鍵在於維穩的經費是中央承擔還是地方承擔，是這樣子。那你現在看現在的北京哈當局，你會發現他正在從明朝模式轉到清朝模式。但他現在中央維穩經費他擔嘛，現在是他嘛，他擔不下去嘛，擔不下去的話，遲早這裡砍那裡砍，我沒錢了嘛。那地方政府發現上面沒錢的話，開始自己想辦法嘛，所以地方政府也會對他的那個管區內橫徵暴斂、變相加稅嘛。到最後的話，大家都沒辦法，會有一招就是發債。發債的話就是借新還舊，我借新的債把舊的債清掉，那我的記錄就好了，我的記錄好，繼續借錢，那就是一直以債養債，一直滾動。差別在於說利息，我付利息嘛。我這樣的以債還債的話，以債養債的話，需要付利息。那所以到最後，我不斷的從銀行或者市場上發債以後，或者銀行貸款拿到資金以後，去還掉舊的債，保持我的信用，我就可以繼續這樣一直運轉，一直到有一天我借不到錢，我籌不到錢，那時候這個債務這個叫泡沫了，是就破掉。有人把它形容為國家級的龐氏騙局啊。龐氏騙局的原理是這樣：我拿新進來的本金去付掉我答應給的利息，我的信用好，哪怕我什麼投資都不做，我只是拿新的本金去付舊資金應該給的利息，那這樣子的話，我有信用，錢就一直進來，一直到錢乾掉了，能夠吸的資金都吸光了，後面沒有資金進來了，沒有最後一隻老鼠，我就沒有辦法再對已經進來的錢去還本付息。這個時候泡沫破掉，龐氏騙局大家發現是騙局。那現在國家級的意思就是說，我不斷的舉債我付利息，然後呢，我取得新的資金，然後呢，我應付開銷，還掉舊的債務等等，要一直運轉，一直運轉到有一天沒有資金進來了，資金乾掉了，銀行的錢已經乾掉了，沒有了。那這個時候債務這個叫債務泡沫就破掉。那教授你講到這個，我就想到在北京出賣，應該中國現在出了兩個故事。在整個中國裡面，地方財政最糟糕的是東北，東北是非常糟糕的。那現在吉林省跟黑龍江省都出現一個事情是，吉林省是什麼？他說他有一個水庫，那水庫裡面都是淤泥，這個淤泥其實沒價值的，就他居然講說這個淤泥是有價值的，淤泥是有價，那我就把這個淤泥呢賣給另外一家國營事業，這個國營事業拿到這個淤泥了以後，就拿這個淤泥去跟銀行去貸款。那大家講怎麼可能說你把左手換右手，把這個用完全沒有價值的淤泥把錢給套出來？第二個就是黑龍江是拿一棟大樓，那個大樓這個爛尾樓已經完全沒有人住，也沒有任何商業價值，可我一樣把這個樓賣給了國家銀行，賣給國家銀行後，我又從裡面貸款出來，代表說他是現在地方政府沒有錢，已經幹了這種事情了啊，這個叫洗債務就是說我原來有個債務，我這個債務呢，比如說打折賣給你，你接，然後呢，你接很多這種債務，對不對？對。然後呢，你是什麼來歷？你是那個財政部跟人行、中央銀行合資成立的控股公司，叫做債務整理的公司債務整頓的公司。對。他去接債務，然後債務的話，這個銀行把債務賣掉以後，他的財務報表就乾淨了，乾淨了以後，他再用新的錢去把這個債務接回來，所以他在洗債務，就財務我舊的債務清掉了，我舊的債務賣掉了，對吧？對。然後我現在重新換款，那就新的債務嘛，我變成新的債權嘛，就變成新的債務，那經過轉手一下，所以就是我說了洗債務，那這樣能撐多久嘞？就是跟你講說，銀行的錢老百姓的儲蓄一直吸到最後乾掉嘛。
啊，就跟龐氏騙局那個類似嘛，社會上的閒置資金被吸乾了，後面沒有了嘛。對，一開始還有嘛，大家相信你嘛，發現你記錄很好嘛，高報酬嘛，哈，比如你答應給10%的報酬率，你有做到嘛，錢都一直進來，一直到最後所有能夠吸的錢都吸完了，對，就乾掉了以後就破掉。難怪現在講說很多錢不能放銀行，放銀行就拿不出來了。對呀，拿不出來。然後我們看到這一次不是有一個所謂的白海豚，然後到了台灣，就到了中國，造成很大的，就是說剛剛講的地方政府因為沒錢。沒有錢以後，你的地方建設就做得非常糟。那地方建設非常糟了以後，會發現台灣也有颱風，台灣也有一些天災。可是我覺得台灣承受天災的能力比中國好太多了。同樣的一個颱風，我們來看畫面，它進到了中國，然後馬上就造成一個非常可怕、巨大的一個災難，就代表說中國現在地方政府對你的所謂的地方建設的那種能力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不是，它是反過來，你知道為什麼？你看最近從河南前一陣子，還有各地方的那個水災，湖北、四川東華北都有，它是這樣，它蓋的水壩，在平常雨量的話，它是儲水吸水沒有錯啊，可是雨量一旦過頭，它水壩撐不住，它為了保水壩只好放水，那下面已經水很多了，你上面又放水，對，那當然就底下就這個完蛋嘛。所以每一次真的有大水災的時候是更加惡化，因為底下已經在積水了，你上面還放水。那為什麼上面放水？因為不放水，水壩會崩壞嘛。水壩品質太差，水壩撐不住嘛，水壩滿了嘛。所以問題出在這裡，就是說每次真的雨量很大的時候，它就是特大號的水災。如果雨量小一般的話，那水壩還可以蓄水。就出在這裡。所以要麼沒水災，要麼一來就是特大號水災，就是這樣子。因為雨量一大以後，水壩撐不住要放水，結果底下已經在積水了，你還放水，底下已經嚴重水災，你上面還放水，糟糕嘛，是這樣來。所以它要麼沒水災，要麼就是特大號水災，就這樣。好，那我們最後一個就是你這兩天特別提醒一個，就是說因為中國這樣子，所以現在中國的錢其實往外流。那中國錢這樣往外流，不是只有他的是剛剛講的紅二代的錢往外流，他很多外資的錢往外流，很多國際資金也往外流。然後這個國際資金往外流要去哪裡？他說你說是去到日本，也會去到台灣。所以現在日本、台灣、中國三者之間正在進行一個資金循環，是嗎？從全球資金流動來看，最近日本因為美日聯手干預日元匯率，把它從1美元到164附近163點多164拉起來，拉到155、156就是把日元的防守線160先守住。那這個結果呢，會帶來日元套利交易，就是從日本借低利率到外面去運用這個日元套利交易，會出現平倉潮，就是說賣掉在外面的資產換成日元來還掉日元債務。所以這個表示資金回流日本。就是從日本流出去的資金，現在要回流日本因為日本現在有變化了嘛你不能再繼續玩那個套利交易可能有這個風險。要是日元快速升值的話，那麼套利交易就更嚴重那之前上一個總裁黑田東彥的最後一年第4季曾經放話說要利率正常化，只是放話而已。當時1美元兌152日元，直接升值到1美元兌128、27，就3個月強力升值。因為這個太嚴重，從日本流出去的資金要回來，叫做回流日本，讓日元就升值嘛然後這是第一個，所以現在國際資金正在蠢蠢欲動，要回流日本。如果日元真的，關鍵在於日本央行是不是開始展開利率正常化。如果日本央行承認通膨嚴重，要利率正常化的話，那平倉潮絕對來，而且150可能都還守不住，可能會升到145，甚至於140就是日元會有升值的可能性。那這樣的話，升值預期心理會讓國際資金更是趕快回流日本，還掉日元債務。那中國這邊的話，因為習近平想要控制資金外流，然後管制人員移動，不止管制商品移動，對不對？那這樣一搞的結果呢，就是說已經進來的資金想走，這個會造成一個惡性循環，就是還沒有進來的資金不敢進來了，那還沒有就是進來的資金變少了，結果已經進來的資金擔心將來要走的時候沒有接盤俠，不想走的不需要走的也只好走。就是進來的資金變少的話，已經進來的資金就會想走，已經进来的資金想走，那更不想進來，資金更不想進來，它進入一個惡性循環，所以資金外流會加速。
所以習近平的總加速師現在表現在加速資金外流，逼資金外流，特別是你要課20%的那個財富稅哈，那富豪更是要趕快跑，哦，就是會出現更大規模的資金大逃亡，跑更快，哎對，所以資金合理推測哈是從中國流出，加速從中國流出，然後呢，現在資金可能要回流日本，這兩件事本來不相干。可是從全球資金流動來看的話，就仿佛說國際資金從中國流出，到美國繞一圈以後，到日本，到日本去。對。然後台商的資金原來到中國、到東南亞，現在可能有一個新的不同的理由，就是要傳承。我們很多台商在海外有一些特殊的技術，有護城河。現在的話，年紀大了要回來告老、養老，然後退休，然後所以呢，事業不想放棄。所以把事業帶回台灣，然後呢，可能還要上市。為什麼？因為將來如果二代可以接就接，二代不能接，由專業經理人、由新的董事會來接。但是這個事業可以保存下去。所以現在老一輩台灣企業家在海外經營了30年，現在回來，對不對？他就想把他的事業能夠傳承下去，不只是家族傳承，而是事業傳承。哦，比如有人會做什麼玻璃的什麼技術，有人會做什麼工具機的什麼技術，就是多少有一些。我的優勢哈，技術優勢漂泊了哈，然後他們現在要把事業從海外帶回台灣。所以以前很多這種事業是在海外的。對呀，台灣過去30年資本外流嘛，資本外流的話，先去東南亞，後來去中國嘛，現在要去哪裡？去美國嘛。那很多資金當然也回流台灣嘛，所以呢，估計回流台灣的資金，有人估計大概會有40兆台幣嘛，啊，就是龐大的錢要進來。所以現在可能不是錢淹腳目了，錢淹膝蓋啊，就是大量資金回來。大量資金回來的話，當然會影響到房地產市場啦，啊，那個餐飲、物流、啊娛樂、觀光都會受影響。啊，當然如果是投資的話，工業用地也會被一掃而光啊。那麼這些都支撐台灣未來是不是黃金10年，黃金20年？現在台灣很在走一個上升趨勢，很多人還不太意識到。真的嗎？有這麼好嗎？現在只看到一件事情。去年6、7月台股在22000、23000，今年的話，44000、46000的哈，翻倍了，1年哦。那未來2年的話，如果再翻倍呢，都到9萬、10萬去了嘛，那將來的話，說不定2、3年內哈，台股還有大盤還有好景。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恭逢其盛，在產業革命，第一個，然後 AI 呢是有2個條件，一個是主權 AI， 就是各國都要有自己的基礎設施、數據中心。有人搞德文，有人搞西班牙文，有人搞法文，有人日文、韓文、阿拉伯文，各種文字。挪威挪威、瑞典都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數據中心，所以他們都要蓋自己的那個資料庫啊，數據中心啊，這些基礎設施訂單都來台灣。再來一個就是輝宏供應鏈，美國現在發現，以前美國的 AIT 對台灣都很了解哦，調查了5、6年，台灣中部啊有一些那個廠啊，他去跟大陸買零組件。買個4成5成的，然後自己在台灣再做個4成5成，對，然後最後說 Made in Taiwan，美國說你騙我，哦，他有調查這個很清楚，美國人美國人是幹活的，我碰到一個技術官是猶太人，他的工作就是在台灣這邊阻止技術那個破口，很多台商把技術移到中國去或者賣給中國企業，他要把這個技術管制的，美國有技術管制嘛，這個破口要封起來。破口是台灣嘛，所以美國為什麼有時候對台灣會不太客氣，拍桌子就給你關稅啊什麼？前一陣子，因為你技術破口沒有給我做好，你沒有對付好這個，我在技術管制，你成為破口嘛，你沒有配合嘛，哦，所以美國現在對韓國也臉色不好看嘛，因為韓國對不對？你知道，所以現在台灣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配合美國還是不配合美國？如果配合美國的話，美國對中國企業的技術管制，你台灣不要成為破口。所以現在美國乾脆直接要求100%。全部零件都不能有中國企業的，不管那個什麼是不是有安全問題，不管了，反正就是不能有中國企業。對，然後這個叫輝宏供應鏈，100%輝宏供應鏈。它現在包括機器人呢，都一樣的開始。你知道這什麼概念嗎？以前用中國的東西是在貪圖它的廉價勞動力，壓低勞動成本。現在整個逆全球化或者全球化大重置，表示什麼？我寧可背上勞動成本上升，我也要有安全考慮。我現在為了安全考慮，我寧可讓成本上升。所以呢，最近通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逆全球化帶來，全球化帶來物價下跌，那逆全球化就帶來物價走高，成本走高嘛。但是這個是過渡期。美國為了安全考慮，現在不得不打造一個叫做輝宏供應鏈。輝宏供應鏈的話是訂單基於安全考慮，訂單從中國流出，基於信任，訂單流到台灣。所以台灣現在是在美國眼中，如果台灣值得信任，
更多訂單會湧向台灣，再加上原來台灣就有產業鏈 AI 啦、晶片啦，訂單本來就會流向台灣，然後現在呢，原來可以採購中國的零件啊，一些什麼東西的，現在不行啊，全部的東西都要台灣自己做，那台灣成本高，對不對？好，高一點沒關係。現在美國說，反正我吸收嘛，所以現在無人機這個產業鏈整個要放在台灣的話，那麼中間有很多東西，原來可能我們的廠商跟中國企業買一些零件嘛，現在不行，要在台灣自己做，啊，或者你跟日本啊、跟盟友買也可以，就不可以跟中國。對，就是不能用中國的，啊，這個死命令下來以後，台商都傻眼了嘛，這什麼意思？就是說台商要恢復生產線，重新開動。以前我們成本高，向中國買，現在不行，自己做。那這樣的話，完整的產業鏈如果真的在台灣落地的話，那不得了。無人機產業，我告訴你為什麼？你要說無人機產業產值沒那麼大，對啊，它知道為什麼？將來無人機是消耗財，無人機還要建立大量庫存，而且很多國家都要，所以呢，無人機的那個需求其實還沒到頂。就說它是消耗財，打掉就補充，打掉就補充。它是消耗財，就跟我們用什麼肥皂、飲料一樣，都是消耗財。它不像那個什麼雷達系統，我們的熱山雷達系統，那不是消耗財啊，那是耐久財。所以無人機既然是耐久，是消耗財的話，它一出去大量出去，消耗很快，對不對？不斷補充嘛。你看為什麼現在烏克蘭的無人機產能800萬架一年了？那就打完就沒了，不全歐洲最高嘛？為什麼？因為它消耗財嘛，消耗掉。對，所以將來無人機的需求一定超過目前我們的合理防衛需求。因為你一動起來的話，馬上就消耗掉一半以上，一大半以上了。你到時候再來生產可能來不及，所以不但要建立大量庫存，而且還要有大量的生產線。然後台灣這邊肯定要用大量無人機偵測一下對岸的軍事布防，甚至於如果現在無人機如果能夠2000公里的話，台灣的無人機直接到北京。對，因為烏克蘭已經到1500了。對，所以呢，將來無人機在空中停留夠長，然後呢，可能還有分工，有的無人機做偵測而已，有的無人機做攻擊，有的無人機做什麼什麼，分工的結果會有一個平台來指揮這些無人機僚機甚至於是有人開的飛機來做指揮，也或者無人開的無人機一個平台也可以。總而言之，無人機的技術發展還沒到頂，無人機的產能也還沒到頂。如果台灣接得下來的話，應該會發展成一個新的產業聚落，然後成為新的，因為將來無人機是這樣如果這個無人機一流的，比如說98分你的無人機很好，但是只有90分、92分，當然要98分了，那不行你會被幹掉。當然，所以到最后全球的無人機只好買那個頂級的，而頂級的話，如果在台灣生產的話，台灣決定賣給誰不賣給誰，就是地緣政治影響力。我不把最好的無人機賣給你，我賣可能90分的、85分的賣給你。所以台灣將來決定頂級無人機的流向，這個就是地緣政治。台灣的無人機有這麼厲害嗎？我說，如果我們打造出無人機產業聚落，將來有這個可能性，就是最頂級的無人機，最好的無人機。這個無人機賣給誰？比如說美軍買 OK， 對不對？日本買 OK， 對不對？你這個親中的那個國家要來買，不行類似這樣嘛。就是台灣可以決定最優的那個無人機到底要賣給誰，不賣給誰。比如以色列來合作，對不對？可以那個如果說比如說伊朗還是印度要來，可能不行就是台灣將來的無人機往哪裡流，那個流向本身就是地緣政治影響力，然後會跟美國、日本配合。那這樣走向不是逼着台灣跟中國要越來越堅壁清野、楚河漢界、參謀告？中國本來就是對你沒有動搖的，他對你的他的野心沒有動搖。中國什麼時候真的把他的野心那個讓步？沒有啊。他一步一步的，這個到最後乾脆撕破臉說，92共識就是一國兩制。那你還談什麼？如果92共識是一國兩制，當然國民黨政府怎麼可能答應嘛？不可能嘛？這誰都知道這個不是嘛？他硬是霸王硬上弓。所以這裡補充一條大國跟小國談判簽協議的時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不能有模糊條款。因為模糊條款事後的解釋，大國往對他有利的方向講，小國難以招架。我們以前有一個例子。大概1980年代的時候，後半期的時候，我們的經濟部長、副部長就次長王建煊代表我們跟美國談菸酒公賣，菸酒銷售，美國的菸跟酒要賣進台灣，結果當时呢，我們疏忽了，有一個地方有模糊條款，什麼地方？廣告。但菸酒的東西品質是固定的，所以差別只在於說能不能做廣告，什麼時段做廣告，在什麼媒體上做廣告。我們那個時候對這個東西有掉以輕心，大意了。美國後來在這裡做廣告，那裡做廣告，我們發現說不行
根據那個模糊條款，美國往對他有利的方向解釋，我們擋不住。所以從那個時候，我們才明白，大國跟小國談判的時候，小國要特別注意，盡量把所有東西講清楚。這樣的話，大國以後要翻臉的話，比較不好意思。如果你留下模糊條款的話，絕對是對大國有利，絕對不能讓他有任何解釋權。還有一個辦法就是你要列出权宜條款。什麼权宜條款？如果是狀況 A， 我們按照這個條件交易；狀況 B， 我們這個條件；狀況 C， 我們按照這個條件交易。你要有權宜條款，不能一個條件交易條件適用所有狀況，這樣不行。是，所以。那我們跟嘉龍聊那麼久，就是這個世界是一盤棋，有些看起来你毫無關係的，它後面的這個所謂的互動是緊密相連的，所以你就看到中國現在它需要抓人，它現在抓錢，其實跟中美大對抗是有關係的。它現在的技術一定要留在中國，它錢一定要留在中國，但它越是這樣做，就代表它现在对人跟錢的需求真的是越來越高。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8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制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